当一个人悲伤到极致，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男人觉得自己从未爱过妻子，直到一场意外的来临。岳父红着眼眶告知他妻子不幸离世的消息，可他听后内心却显得异常的平静，平静地看着妻子躺过的病床，平静地擦拭妻子留下的血迹。在妻子的葬礼这天，亲人都沉浸在这悲伤的氛围中，泣不成声。然而戴维斯却仍然异常冷静，似乎妻子的离世与自己毫无关系。晚上的音乐十分忧伤，亲朋好友也无不情绪低沉。然而这一切在戴维斯眼里却是那么的格格不入，他的内心感受不到丝毫的悲伤。于是为了融入这悲伤的氛围，他来到镜子前打算挤出几滴眼泪，然而却以失败告终。可这荒诞的举动却引起了小孩的嘲笑，使他开始质疑或许自己真的从未爱过妻子。于是他打算买一块巧克力来充充饥，然而却不巧地卡在了贩卖机里。可他也只是泰然自若地看着，接着不合时宜地拍下了贩卖机的联系方式。于是他打算就贩卖机的问题给他们写上一封信，致贩卖机公司。我写信是为了反映71号贩卖机的故障问题。我原本投下了5美元，按理说应该掉下一块巧克力，可他并没有。我只是想吃一块巧克力而已，并且我的妻子在不久前离开了人世。当然，我并不是为了博取同情，也不是想告诉你我的妻子出了车祸，而她也永远离开了我。我只是想把事情说得更详细一些。于是他孜孜不倦地挥舞着手中的笔，却不知不觉地写下了与妻子的点点滴滴，甚至从恋爱到步入婚姻的殿堂，他都情不自禁地描写进了这封信里。第二天，他依然如同往常一样去上班，可同事却纷纷投来了诧异的目光。他吩咐了同事将信寄出去，在他眼里，好似一切并没有发生，而妻子也并没有离开自己。可同事却悲伤地劝解着他，嘱咐他应该好好休息。就连一向庄严的岳父也不由得红了眼眶。而戴维斯的父亲似乎也发觉了儿子的异常，于是趁他上班的前夕，告诉了他不要过于忧伤。可他觉得自己并没有事，也感觉不到丝毫的悲伤。于是他坐上了出差的火车，并与邻座侃侃而谈。可他却话锋突转，并出其不意地说起了已故的妻子。I didn't love my wife. No, it's sad to say, but now that she's gone, I don't even feel sad or pain or hurt. Well, what do you feel? 或许是这句话刺激了他敏感的神经，他忽然起身拉下了火车的强制把手。他也不知自己为何会这样做，于是在面对警察的审问时，他不知所云，更是语无伦次。直到被一旁的同事提醒，才得知他的妻子不久前离世。警察似乎忽然知道了这背后的原因，还好情节并不严重，只是简单的口头教育便放他回了家。可偌大的房间只有他一人孤零零的享用午餐，但他并不觉得孤单。接着他看到了桌上妻子最爱的海螺，他没有感到哀伤，反而觉得有些许的扎眼。随后他打开了冰箱，发现了妻子生前留下的纸条，是妻子让他维修冰箱，可以往他总是借口拖延，但现在他却想立刻将它修好。于是他开始行动了起来。可经过他一番辛勤的劳作，没想到冰箱竟彻底报废。随后看着满地的狼藉，他心里却生出一股莫名的惬意，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畅快感，仿佛被束缚的灵魂终于得到了自由。从这以后，他便爱上了拆东西所带来的酣畅淋漓。于是他又拆掉了价值不菲的咖啡机，接着拆掉了卫生间的房门，甚至连公司的电脑也没有幸免于难。就连思绪似乎也变得尤为敏感，他开始注意起了生活里的细枝末节，包括妻子梳子上残留的秀发和草地上跳出来的松鼠，甚至连一棵倒下的大树都能吸引他的目光。而这些是他以往从不屑关注的东西，可这体验却让他觉得自己似乎无所不能，也无人能及。于是他又萌生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想法。随后他来到一个拆迁的工地。 Can I help you out? You just tell me what to do. You don't have to pay me. What kind of shit you trying to pull here? 并且主动给了工头一笔钱，只为体验破坏所带来的痛快淋漓。尽管他这出乎意料的请求让人瞠目结舌，但工头还是同意了。看小锤无法满足他高涨的兴致，于是工人给他替换了一个大锤，而这个大锤好似注入了魔力一般，瞬间让他精神抖擞，忘乎所以的捶打起来。而每一次的捶打，仿佛都让他重新注入了生命的活力，似乎只有在不断的破坏中，才能寻得内心片刻的释放。而工人们一度以为他脑子有问题，可只有戴维斯能深切地感受到这酣畅淋漓所带给他的痛快感。可渐渐的，在他尽情地享受畅快感的同时，可妻子的画面却突然从他的脑袋里一闪而过。忽然一个不小心踩到了地面的钢钉，瞬间一股锥心之痛充斥着他整个脑袋。随着他奋力拔掉了脚上的钉子，这股疼痛感仿佛也夹杂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痛快。
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拆东西也无法带给他精神上的畅快了。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幻觉，沙滩上忽然出现的妻子，卫生间镜子里妻子的模样，就连客厅里也躲不过妻子的影子。他开始莫名的惶恐，甚至一度认为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。于是他来到医院，经过检查，发现他的心脏似乎被不知名的东西咬掉了一大块。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他天马行空的幻想而已，他的身体并无大碍，医生只是嘱咐他好好休息。后来他偶然发现了邻居家的小孩竟然会敲击乐鼓，随着音乐的响起，他的身体竟不由得舞动起来，而这极轻快又有力的旋律瞬间犹如一股激流，顿时冲刷了戴维斯的心灵，让他再次感受到那种无与伦比的激情与力量，仿佛置身于一种激情四溢的氛围中，忘乎了所以。而他则像一个丢失了快乐的孩子，在四处寻找快乐的痕迹，而音乐正好赋予了他片刻快乐的魔力。从这以后，他便深深地爱上了音乐，音乐成了他密不可分的朋友。即便在人潮汹涌的马路上，他也丝毫不顾众人的眼光，彻底在音乐中放飞了自我，仿佛只有音乐的魔力才能唤醒他生活下去的激情。于是不论是在车流如云的马路间，或是在工地路边的沙土堆里，还有步梯之上扶手一旁，亦或是广场边一排排的立柱上，都能让他忘乎所以，沉浸在音乐的魔力中，如痴如醉。此时的他已顾不上众人的异样眼光，他只知道音乐能带给他片刻的欢愉，可他没想到的是，却也因此怠慢了工作，而获得了领导一顿劈头盖脸的斥责。I want it signed on my desk by tomorrow. Are you done here? 紧接着，连音乐也无法激起他内心的惬意了。于是他打算再次体验破坏所带来的畅快。他的目标锁定在了与妻子生活过的别墅。只见他开着挖机，猛烈地驶向房屋，随着几声巨响，完好的房屋便被他搞得破烂不堪。他来到屋内，注视着这满地的狼藉，可他仍然感觉不到先前的过瘾。于是他又来到妻子的梳妆台前，随着几锤子狠狠地落下，他终于有了一丝丝痛快的感觉。于是他又拼命地砸去，直到手中的锤子断裂开来，他才意犹未尽地停了下来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里竟然藏着妻子生前的秘密。他发现了一张打过胎的检验报告，可面对此事，戴维斯却一无所知。他无法理解妻子为何会将如此大的事瞒着自己，这感觉如同寒冷刺骨的暴雨，瞬间便浸湿了他的身体。于是他打算找到岳父岳母问个清楚。一路上阳光格外刺眼，于是他拉下了车上的遮阳板，却看到一张妻子留下的纸条，可他却一把扯下扔到了一边。他此时的内心充斥着疑虑和愤怒，已经使他顾不得查看上面的内容了。不一会儿，他便来到了岳父母家，没想到这里正开展着妻子的追悼会，而他已顾不得岳父岳母的颜面，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，直接问出了心中的疑虑。 Did she tell you she was pregnant? Last year. Why didn't she tell me? 或许岳母也发觉了他的异常，接着便追上了戴维斯，并将女儿打胎的原因告诉了他。She was saying something. It wasn't yours. 或许岳母认为把所有的过错归功于女儿，才能使戴维斯的内心些许好过一点吧。虽然得知了妻子的背叛，可戴维斯的内心并未激起太大的波澜。第二天，他来到妻子的墓地旁，却无意发现一个男人也朝这里走来。于是他确信这一定就是妻子的情人。 What's your name? Michael. I know about everything, Michael. It's okay. I just hope that you cared for her. She deserved that. 可男人却一脸茫然，他解释自己只是另一辆车的司机，而这次的车祸他深感抱歉。他痛哭流涕地忏悔自己的过错。戴维斯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认错了人。然而事情已然发生，他也不想再去追究任何人的过错。 于是他上前安慰起了男人，两颗破碎的灵魂仿佛在此刻完成了对彼此的救赎。等他回到车里时，他才发现那张被他随意丢弃的字条，而纸条上是妻子留下的情话：如果你看不见我，那么晴天你一定会想起我。忽然，那些妻子曾留下的字条和与妻子生活过的点点滴滴，他的一颦一笑，还有车祸前妻子的容颜，顿时在脑海闪过。突然压抑许久的情绪，仿佛在此刻得到了释放，那种痛彻心扉的无力感瞬间涌上了心头，他的泪水也不自觉地滑落。或许亲人的离世不是不痛，只是不愿接受离去的事实。或许那种痛彻心扉，不止在离去的那一刻，而是在生活中曾有过你的每一个角落。或许是你梳子上残留的秀发，是夜晚不再有你的床铺，是角落里再也无人浇水的绿植，也是明明感受不到的伤心，却在不停地追寻着快乐。就这样一直到现在，他才真切地感受到妻子是真的离他而去了。 于是他带着满脸悲伤找到了岳父，并坚定地告诉他自己真的很爱妻子。后来他走过了妻子曾走过的每一个角落，虽然他依然常常会想起妻子，可他已不再怀疑自己。他会微笑着告诉妻子：“我们相识的那一刻，你已然住进了我的心里，从不曾离去。”